苏木，别怪我们，这就是末世。队长，别跟他废话了，尸潮快上来了！我救过你的命3次，你为了这点晶核就要谋财害命吗？所以现在我不是来还你这救命之恩了吗？林正阳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！这是我的大学宿舍。末世降临前1个月，10年末世挣扎，最终被最信任的人推入尸潮。林正阳，这一世，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后悔。检测到宿主强烈执念，位面超市系统绑定中，绑定成功。初始任务，请于24小时内选定超市地址。城南仓储超市，前世那里是交通要道，也是林正远发迹的起点。这一世，就从抢走你的地盘开始。地址选定完成，绝对安全超市已开启。前世我用10年才混到一个营地的仓库管理员，这一世，开局就是一座永远用不完的超市。新任务发布：24小时内接待第1位顾客，完成至少10积分交易。奖励：基础力量强化药剂配方。欢迎光临安溪超市。你是谁？这里为什么？先喝水，3分钟后，门外那3只丧尸就是你的第1笔交易。交易。本店规则：所有物资需用积分兑换，积分获取方式：丧尸晶核。丧尸晶核？丧尸脑中凝结的能量晶体，末世唯一的硬通货。只要杀了他们，就能换吃的。你可以试试。前世号称冰霜女皇的 A 级强者，现在连3只普通丧尸都应付不了。但正是他最虚弱的时候，才最值得投资。晶核在后脑，取出来。就是这个。3颗普通晶核，30积分，1到账。水1积分，饼干3积分，罐头6积分。还需要什么？这家店能庇护我吗？本店不养闲人，但有能力的人到哪都受到欢迎。首位顾客任务完成，基础力量强化药剂配方已发放。现在我们可以谈谈合作了。这个来历不明的超市和这个人，也许真能打造一片安全的净土。哥儿几个运气不错，这超市居然没被抢过。浩哥，里面东西都是全新的。小子，这家店现在归我管了，把仓库钥匙交出来，饶你一命。你可以试试。你在赌我枪里没有子弹是吧？我成全你。难道真忘记装子弹了？入店须知第2条，安域超市范围内禁止一切暴力行为，枪用不了，异能也一样。在这里，你就是个普通人。阿强、阿明，给我上！以后再来闹事，就不是扔出去这么简单了。安溪超市正式营业，所有幸存者可用丧尸晶核兑换积分购买物资。本店规矩：禁止暴力，安全区内绝对庇护。每人每天限兑3次，精华按等级计分，普通晶核10积分1颗。这是一颗1级变异丧尸精华，但我要换的不是物资，那你要换什么？一个实验室和绝对的人身安全。我是搞武器研发的，
这颗晶核是透明状，前世龙源基地的首席武器专家居然主动送上门了。超市2楼正好空着，从现在起，那是你的实验室。各位，本店今天要立第一条规矩，不守规矩就要付出代价。姓苏的，老子在外面，你管不着了吧？我并不这么觉得。你居然敢出来！对付你，不需要安全区。我说过，再闹事就不是扔出去那么简单。你是哪只手扣的扳机？苏老板，苏爷，饶命！我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给你一个活命的机会，回去告诉所有你认识的人，安裕超市的规矩是什么。绝对安全区，禁止一切暴力。还有呢？用晶核换积分。记住了，下次再出现在我面前，断的就不只是手了。苏老板，这个人要见你。苏老板，我叫赵大虎，退伍侦察兵。刚才看你出手，十分钦佩你，所以想加入。为什么？我当过兵，知道什么样的长官值得跟。你刚才明明可以在安全区里躲着，但你却主动走出来应敌，这样的人值得我卖命。那就来我这试试吧。定不辱命。你的实验室明天开工，需要什么材料列清单。已经在列了。那颗1级晶核能量结构特殊，我想用它做一把能量武器。材料找叶澜依报备，用积分兑换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胖哥，今天收获不错，拿出来给兄弟们分分。这是我拼了命才弄到的，你们凭什么？才5颗，胖哥你不行啊！死胖子，这世道拳头大就是道理。这是什么？还给我！哼！安西超市，绝对安全区。如果是真的，请问这里是不是安全区？陆哥，快走！放心吧，好兄弟，这次我不会再让你受到伤害了。这里是安全区，你安全了。那太好了，谢谢你。慢慢喝，不够还有。谢谢你。自从女朋友死后，好久没人对我这么好了。从今天起，你留在这里。超市缺个库管。可我什么都不会。你会管仓库的，相信我。谢谢，谢谢。你就是老板，听说这地方免费拿东西，哥几个拿点走，没意见吧？本店交易规则：晶核兑换积分，积分购买物资。老子没晶核，但有这个。这把刀够不够？哼哼。不够。你以为我是在跟你商量？王胖子是我的人，你们不仅敢抢他的晶核，还跑到我面前抢我的超市，你们真是胆子大得很啊！
我不知道他是你的人，我们还给他，全还。我最讨厌事后道歉，金盒还回来，外加50颗普通金盒作为赔偿，3天内付清，利息1天5颗。50颗，我们上哪儿弄那么多？那是你们该考虑的事情。赵大虎，送客。另外提醒你们，你们吃了我的毒药，3天后没吃我的解药，相信我，你们一定会死得很惨。嘿嘿，好嘞，老板。苏老板，你来看。成功了！这是末世第一把能量武器，虽然现在功率还小，但只要金核等级够高，威力可以无限提升。量产需要什么条件？需要稳定的金核供应，以及一个能量传导基底材料。这东西目前只有变异植物身上才有。警报！检测到东南方向3公里处，一支全副武装车队正高速驶向本超市，人数47人，首领能量波动 D 级，预计到达时间15分钟。是血狼帮的人，末世前就是一帮亡命徒。要动手吗？赵大虎，关闭超市正门，所有幸存者集中到2楼。蓝衣，你在后门待命。眼金尘，那把能量枪充能还需要多久？10分钟，给我10分钟。47个亡命徒，1个地级异能者。前世血狼帮覆灭是在3个月后，但现在他们提前撞上我了。里面的人听着，这家店从现在起归血狼帮了。识相的自己出来，不识相的，老子先杀绑来的这些废物，再进去杀你们。要谈，就让你老大亲自来谈。就是你要见我，是我。这家店归我了，你跟我混，给你个副帮主当当，不然，你跟他们一样。大可以试试对我出手。猖狂！你做了什么？我的异能！我说过，到了我的地盘就要讲我的规矩。我讨厌不讲规矩的人。赵大虎，我问你答。你以为老子是吓大的？我不问第3次。谁告诉你这里有超市？是龙源基地的人，一个女的，说她能感应到这里有特殊能量波动。你这个臭女人，居然告！苏老板，这是什么？龙渊的追踪印记，居然是他！你也认识这个标记？认识。前世叶澜依自爆而死，就是因为被龙渊基地的首领设局围杀。原来前世龙渊的手这么早就已经伸到这片区域了。你知道那是什么人？龙源基地的首领，代号龙王 ，A 级异能者，手下有12个 B 级干部。前世他为了让我屈服，设局将我围困在冰封山谷，我宁死死不从，自爆冰封千里，和他半数精锐同归于尽。苏木，我知道你也有很多秘密，我不过问，但我要变强，变得比你见过的任何人都强。只要你帮我复仇，让我做什么都可以。龙渊基地既然敢把手伸到我的超市来，他日我必登门问罪。既然我们站在同一屋檐下，有同样的敌人，自然是盟友，合作愉快。冰霜女皇，你刚才叫我什么？你前世的名号很响亮。今天的晶核入库量多少？普通晶核467颗，1级3颗，总共4970几分入库，比以前翻了5倍。苏老板，外面的幸存者自发组织了一场集会，说要推举你当区域首领，你怎么看？我没兴趣，好好做生意即可。恭喜宿主累计积分收入突破1万点，系统可进行2级升级，解锁超市2层新功能，异能训练室、初级装备兑换区，是否立即升级？立即升级。
苏老板，你上来看看，这简直……从今天起，超市会员等级制度正式实施，按贡献度分为黑铁、青铜、白银、黄金4级，不同等级享受不同折和专属兑换权限。苏老板，有一个受伤的人刚从门外冲进来，手里拿着什么东西，说要见你。苏老板，有人让我把这个交给你，里面有龙源基地的活体实验证据。谁让你送的？不认识，一个女人穿着白大褂从龙源基地逃出来的。她说把这个给安玉超市的苏老板，苏老板会知道该怎么做。失血过多，送去医疗室，用积分兑换强效止血药。他们居然在搞这个东西！前世龙源能在3年内崛起成 A 级基地，原来靠的是这个。是她，是我妹妹。你要去哪儿？去龙源，那是我妹妹。还没到时候，你冷静点儿。那你要我眼睁睁看着她被折磨吗？给我1周时间，我会找到她在龙源基地的具体位置。紧急任务发布：东南方150公里曙光幸存者营地正遭遇小型尸潮围攻，预计6小时后覆灭。解救该营地，奖励营地迁移令牌。你跟我去个营地，那有一个能帮你妹妹的人。什么人？去了你就知道了。这一路竟然没遇到几只丧尸，不太对劲。有人在清剿这一带。安怡超市的苏老板是吧？我们等你很久了。龙渊的人。龙王让我带句话，安怡超市这个名字很不错，适合做龙渊的分部。苏老板要是同意，一个堂主的位置，虚位以待。如果我说不呢？那就只能请苏老板去龙渊亲自跟龙王谈了。但是从来没人能对龙渊说不。咦，有意思，龙王一定很感兴趣。才1级就有这种爆发力，太有意思了。你的异能里面有我妹妹的异能波动，你做了什么？实验体17，原来你是她姐姐。她现在已经是龙渊最优秀的人形兵器了，龙王还专门为她定制了一套控制器。这个距离，她也在附近执行任务。回去告诉龙王，安息超市不加入任何势力。还有实验体17，我会亲自去接他回家。苏老板，希望你的实力与你的底气相匹。上车，全速前进。我妹妹就在这附近。感谢你们的帮助，请问你们是？安逸超市。让你们的人撤到安全地带，这里交给我。终于找到你了，你是治愈型异能者。我不知道，我只是碰他之后，检测到未觉醒神域异能者，异能觉醒度27%。警告：72小时内无法补全觉醒过程，目标将因异能反噬死亡。所需材料：B 级丧尸晶合成1，或使用晶核合成器将100颗 D 级晶核合成为1颗 B 级晶核。让你的人全部集合，10分钟后这里将变成安全区。苏老板，您就是我们曙光营地所有人的救命恩人。老周，营地的人以后由你继续管理，但安全区内必须遵守超市规则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他的情况怎么样？72小时内必须弄到 B 级金号，或者100颗 D 级金号，否则他会死。B 级丧尸那是霸皇境的东西，我们3个加起来都不够他3阳凤的。这里有，前世我听说过。这个军事基地的军火库吸引了大量丧尸盘踞，里面至少有3只地级以上的变异种。我们3个进去也未必出得来。
不是3个，是1个。这是狂暴药剂，服用后1小时，异能等级暂时提升1个大阶。我现在是D级，喝下去就是 C 级王者境。你的身体承受得住吗？区区一支狂暴药剂不算什么。龙渊不会只派1队人来，下一波随时会到。凌雪是救蓝姨妹妹的关键，而 B 级晶核也是我突破 C 级的契机。活着回来？放心吧，3天之内我若没回来，超市由叶澜依代管。检测到内部丧尸数量 D 级3只，E 级17只，普通丧尸200以上，建议宿主不要进入。建议驳回。100颗D 级晶醒，一只一只来，太慢了。来吧，让我看看这末世到底是谁的猎场。那就让我看看你们到底有多大能耐。系统，清点地级金壶数量。地级金壶21颗，距目标还差79颗，还得往更深处走。赵哥，苏老板都去1天了，他一定能回来。他的异能反噬加速了，原本72小时，现在可能只剩48小时。我能帮到他。你这样消耗意义，万一龙渊的人来了怎么办？那就让他们来。我超威，你乌鸦嘴给我闭好了呀！这一只至少得10颗普通地级晶核。皮够厚的。嚯，总算解决了。检测到高品质地级变异晶核，可兑换150积分，或用于合成 B 级晶核。当前地级晶核总计36颗，还差64颗，药效过了，先撤。苏老板，真巧啊，想不到能在这里遇见。龙渊的人还真是阴魂不散。龙王有请。3个地级，硬拼必死。
今日插翅难飞。苏老板回来了，你受伤了，皮外伤。苏老板，收获呢？36颗地级，1颗高品质变异地级，还差64颗。副作用还没完全消退，你现在需要休息。不行，龙渊的人在基地外面堵我，3个地级黑衣卫，他们追来了，暂时甩掉了。但他们能找到军事基地，说明龙渊对这片区域的渗透比我想象的深。严敬晨，晶核合成机的图纸调出来。既然单独猎杀太慢，就用合成的方式凑够 B 级晶核。合成 B 级要100颗，我们只有36颗，再弄64颗，这次一起去。城北化工厂、东郊物流园、废弃地铁站。根据系统的情报，这3个地方都有地级丧尸活动的痕迹。苏老板，不好了！刚才有个从北边来的商队说，龙渊基地贴出了悬赏令，抓一个安于超市的活人，赏1000颗1级晶元。1000颗，这够一个小型营地花半年了。意料之中，血狼帮被灭，探索队碰壁，龙渊迟早会认真起来。他们是想用悬赏把我们逼成众生之地。大虎带2个1级去化工厂。东郊物流园你去，那里有2只地级，以你的冰系异能克制他们没问题。你呢？我去妥铁站，那里至少有5只地级。你受伤了，去那里就是送死。谁说我要正面硬碰？前世地铁站有一条废弃检修通道，可以利用好那里。必须尽快凑齐100颗地级晶核，林雪只剩不到48小时了。前世我在这条通道里躲了3天，每一处我都记得。38枚，继续。物流园任务完成，2颗地级晶火。城北工厂情况如何？3颗到手，大虎这边顺利，就是队员受了点小伤。地铁站已有8颗，还剩最后一波。明天正午前，全员超市集合。小何，小何，是我，姐姐。这样下去不是办法。亚可！小何，看着我，我是姐姐，不记得我了吗？南
一，你那边发生了什么？检测到你附近出现高强度能量波动。我见到妹妹了，她被折磨成了实验体。先回超市，我们已有71颗晶核，还差一点，灵雪就能觉醒。灵雪觉醒后，我们就能救她。好。地级精火总共97颗，加上那颗高品质变异地级，等效100克，刚好够合成一颗 B 级精火。B 级晶核合成完成，品质标准，可用于异能觉醒或等级突破。这是哪里？你们是谁？这里是安于超市。你们基地被我们收编了，你现在是我们超市的医师了。医师？可我只会简单的护理。从现在起，你会的远不止护理。你的异能叫神域，是治愈系中最稀有的分支，能修复一切伤痛。一切？我有一个伙伴的亲人被龙渊基地强行植入丧尸精火，改造成了人形兵器，他的异能本源因此受到不可逆的损伤，普通治愈异能救不了他，只有你能修复那种损伤。那个人是你妹妹对吗？我刚才昏着的时候隐约听到你在喊她。对，她叫叶小荷，被龙渊改造成了代号实验体17的杀戮机器。昨晚我见到她，她已经不认识我了。我知道了，我会尽全力的。觉醒只是第一步，接下来你需要训练，将神域提升到至少D级，才能承受修复改造损伤时的能量负荷。可我从来没打过丧尸。不需要你打丧尸，异能训练室可以模拟各种治疗场景，你在里面训练。晶核超市提供。那我现在就开始。张三，1级火系，编入护卫2队，分配到物资搬运组。李四，无异能，分配到物资搬运组。赵队长，刚才有2个外地来的商队进了超市，在打听苏老板的事儿。打听什么？问苏老板的异能等级，还问超市防御机制，我听着不太对劲。2位面生，第一次来。听说安裕超市福利好，来看看。怎么不让进？进超市守规矩就行。但如果有人想替龙渊的悬赏令探路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。哼。普通商人不会在新地方一进门就记录防御布局。龙渊给你们开了什么价？下次来之前，做好情报工作。回去给龙渊带句话。算了，我回头自己跟他们说吧。安于超市对所有幸存者开放，但心怀叵测者、不守规矩者、妖言惑众者都要死。苏老板，这样会不会得罪太多人？我们不能被人当成软柿子。
若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跑到我们头上踩我们一脚，这生意还做不做了？龙渊的耐心不会太久，下一次来的恐怕就不是这种货色了。苏老板，我成功了！地级入门水平，比我预计的快了3天。他能做到什么程度？修复叶小河的改造损伤，至少需要 C 级巅峰的神域异能，但现在的地级已经能处理一些外围损伤了。谢谢你，叶姐，你妹妹的事我听苏老板说了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尽力帮助她的。言归正传，系统情报终端更新了一条信息：龙渊的一支中型车队3天后会经过城南国道，车队中可能载有实验体。小何会在里面吗？但就算不在，只要截获龙渊的运输队，我们就能得到更多关于人形兵器项目的情报。3天后，城南国道，我去。我和你一起去，其他人就守好超市就行。我也去，如果有伤员，我能当场处理。好，3天后我们一起拦截龙渊车队。3辆车，5个护卫，1个队长。货柜里应该是实验体。我们怎么处理？林雪留在收费站的掩体后面，负责接应我们2个。这东西能瘫痪所有车辆的电子系统，包括龙渊控制实验体的遥控装置。敌袭，释放实验体小九。南一，小心，这是强化型的。这家伙的防御力至少有 C 级水准，龙渊研究的是什么怪物？问你几个问题，实验体17在哪？你们找17号，他已经是龙王的贴身护卫了，你们这辈子都别想碰到他一根手指。龙王在哪儿？龙王不在固定基地，他有移动堡垒，谁也找不到。我只知道下个月15号，龙渊要在北方废墟举行一次大规模实验，所有实验体都会到场。下个月15号，北方废墟。现在距离下月15号还有20天。这个人还有救，你先用神域稳定住他的异能暴走，带回超市交给眼镜城分析。明白。赵大虎，派3辆车过来。龙渊送了一堆装备，全拉回去。龙渊的技术比我想象的先进，他们在实验体的颈椎处植入了控制器，用来压制远葛人格和强制释放异能。能拆除吗？技术上可行，但需要神域异能配合。拆除过程极为危险，没有林雪的治愈能力，普通人在过程中就可能休克死亡。他是被强行改造成这样的吧？龙渊抓的实验体原本都是普通幸存者。那么开始吧，我负责稳住他。
功了，他醒来后会恢复原本的意识，但可能会失去被改造期间的大部分记忆。对他来说，也许是好事。20天后，北方废墟，在那之前，必须再突破一次。宿主可使用 B 级晶核进行异能突破，突破成功率87%，是否进行？进行。这次突破的能量反应比上次大多了。B 级到 C 级，是从统领境划入王者境，成了，他一个人就能镇守一座城。恭喜宿主突破至 C 级王者境，新能力解锁，电磁掌控。赵大虎，陪我练练。我动不了了。这个能力正好克制龙渊的机械控制装置。看来下个月北方废墟，我们有机会了。今天距离龙渊的北方废墟实验还有17天。这次行动的目标有2：第一，找到并救出实验体妖妻；第二，毁掉龙渊在北方废墟的实验设施。龙渊在那里布置了至少3个实验基地，防守力量估计有4名 C 级干部，加上数量不明的实验体。4个 C 级，苏老板刚突破 C 级，叶姐还在 D 级巅峰，硬碰硬很难。所以这17天我们要做3件事：第一，叶兰入突破 C 级，我已经准备好了材料；第二，眼镜臣在17天内完成对龙渊控制器的干扰装置，让实验体在战场上暂时摆脱控制；第三，王胖子和老周留守超市，赵大虎带领护卫队巩固外围防御。龙渊可能会趁我们北上时偷袭超市。苏老板放心，超市交给我，只要那帮喜子敢来，绝对领域教他们做人。这些是系统兑换的高纯度异能提升药剂，每支价值500积分。赵大虎、眼镜臣、王胖子各1支，这段时间抓紧提升。你把所有积分都花在这些上面了？积分就是用来花的。前世我孤身一人，在末世中苟活10年，这一世，我有了同伴，有了超市，有了和龙渊叫板的资本。林正阳，你欠我的那条命，等龙渊的事了结，我会亲自来收。还有什么事？突破 C 级的时候，异能会回溯你内心最深的记忆，过程对你来说也许会很痛苦。如果撑不住，就放弃突破，不要硬来。我不会放弃，我还要去救妹妹，我还要亲手摧毁龙渊，我还要守护好你们。我陪着你吧。很棒。谢谢你的陪伴。这次就让我们搅他个天翻地覆吧。装备点齐，电磁装置10台，能量武器人手1把，干粮和水够20天。苏老板，这是眼镜臣赶工出来的解毒剂和异能补充液，各20支。胖子，超市交给你和老周了。外围有任何异常，第一时间启动绝对领域的紧急防御模式。苏老板放心，谁来了都别想坏了我们超市的规矩。这是我特制的叫干扰装置，有效范围50米。靠近实验体妖妻后按红色按钮，能瘫痪它颈部的控制系统30秒。30秒够了。
出发。我检查了所有急救物资，随时能处理重伤。苏老板，你们一定要平安回来。敌袭，全员作战准备。岩石系那只交给我，蓝印封住左边那只的移动。赵大虎，火力压制右边。电磁脉冲，破甲。谢谢林医生。龙渊在这里挖了地下通道，他们不是在北方废墟等我们，是准备南下。这条通道通往哪里？往南延伸至少100公里，出口方向距离安于超市不足20公里。通道只有一条主线路，沿途有3个节点。如果龙渊想奇袭超市，这3个节点必然有驻兵。我们是继续北上，还是先回去报信？现在回去已经来不及了。王胖子有超市的防御系统，短期守得住。我们要做的是从背后端掉龙渊的南下据点，釜底抽薪。我同意。从这里下去，沿着通道一路向北，既能清理龙渊在南方的部署，又不耽误北方废墟的行动。苏沫、林雪，你和2名队员留守车队，保持通讯令程。其他人跟我下去。苏老板，下面可能需要医疗支援，所以才让你留在上面。我们受伤会回来找你。分散包抄。你们挖通道的时候，没想过会有人从地下攻进来吧？你们南下计划的总负责人是谁？你们的毒素开关靠血液传导，电磁力能暂时阻断信号。再问一遍，南下负责人是谁？实验体17在第几节点？负责人是12干部中的熔岩、周烈，C 级火系巅峰，驻扎在第3节点。实验体17目前还在北方废墟，但龙王下令让他提前南下，大概3天后抵达。把这里能用的情报和物资全盘搬走。下一个节点我们不停留，直接突袭第3节点。直接打 C 级巅峰，防守比第1节点严密多了，应冲会很被动。兰若，你和赵大虎从后方的冷却管道潜入，那里的温度最低，会压制周烈的火系异能感知。我从正面下去，吸引他们注意，等周烈把注意力全放在我身上时，你们从背后动手。安阳超市的苏木，没想到你敢直接闯到这里来。龙王说你是个聪明人，我看也不过如此。龙王的眼线倒是不少。既然来了，就别走了。你的人头可比超市悬赏值钱多了。还有帮手。这是什么东西？等到了地下阎王会告诉你的。你以为赢了？龙王早就猜到你们会走地下通道。第3节点是诱饵，南北上的真正精锐在第4节点。
第4节点有多少人？第4节点不属于我管，驻扎的是毒蝎沈七，C 级毒系异能者。他已经布好了毒阵等你们，进去就是死路一条。苏老板，他还发了一个信号，信号已经发出去了。沈七知道我们来了，撤出限电站，在通道中间段找地方休整，明天再攻第4节点。不趁现在一鼓作气。对方已经做好准备，深夜硬闯毒阵太危险。根据系统情报，沈七的毒阵分为3层：神经毒素、腐蚀毒素和麻痹毒素，每一层都需要不同的解毒剂。眼镜蛇的通用解毒剂对付前2层有效，第3层需要靠异能硬抗。我的兵系可以冻结空气中的毒物颗粒，制造安全区域。我用能量步枪远程点射，尽量不被毒物近身。沈七本人的近战能力不强，他依仗的是毒阵消耗对手体力。我们的战术就一个：快，用最快速度突破毒阵，不给他调整毒素配方机会。周烈那个废物居然没能挡住你们，不过没关系，我的毒阵可不是靠硬闯就能破的。撑不了太久。你的毒阵到此为止。哼，抓了我也没用，我的毒阵只是第1道防线，北方废墟才是真正的龙潭虎穴。北方废墟的防御部署，你知道多少？你觉得我会告诉你？刚才你释放毒物的时候，可没这么多废话。沈七，原北方医学院毒力学教授，末世后自愿加入龙渊，负责活体实验的毒理测试。你在北方废墟的实验室代号为毒巢，位于工业园区 D 区。你怎么知道？我不只知道你的实验室，我还知道下个月15号，龙渊要在北方废墟进行大规模实验，所有实验体都会到场，包括实验体17。既然你知道这么多，那我再告诉你一件事：龙王之所以选北方废墟，不是因为那里隐蔽，而是因为那里有一座废弃核电站。如果实验成功，龙王打算用核反应堆的能量批量生产实验体；如果失败，他会引爆核电站。引爆核电站？他是疯子吗？龙王从来不是疯子，他是末世前最顶尖的军事战略家。他会用这场实验向所有势力证明，龙渊有能力毁灭任何不服从的基地。原计划不变，休息1小时，然后继续北上。到北方废墟还有大约80公里，按现在的速度，明天傍晚能到。如果核电站真的被引爆，半个北方城市都会变成死地。小何还在里面，所以我们不会让核电站被引爆。15天时间，先救人，再拆弹。苏老板，再往前就没法开车了，龙渊的巡逻密度明显增加。护卫队和林雪留在桥下建立临时营地，作为撤退接应点。蓝衣大虎和我凌晨4点摸进去。凌晨4点是哨兵最疲惫的时候，好机会。小何，姐姐来了，再等姐姐1天。北方废墟工业园区地图下载完成，目标位置 D 区龙渊主实验室， C 区核电站反应堆。敌方战力估算，12干兵中至少4人在此驻守，另有实验体编队数量不明。4个 C 级干部，一个可能更强的龙王，加上实验体编队，前世我连这种地方的门都摸不到。这一世，我有可以并肩作战的人了。探照灯扫过后有3秒空档，我打掉控制盒，你们翻墙。龙渊真是一点人事不干啊！现在冲进去是送死。可他就在那里。看天花板，那是龙渊的群体控制器，
能在0.1秒钟向所有实验体发送指令，不拆掉它，就算救出你妹妹，龙渊一个指令就能让他反过来杀了我们。苏老板，有办法拆吗？眼镜城的干扰装置能瘫痪系统30秒，我们需要30秒内冲进去，按干扰器拆控制器，带走叶小河，然后杀出去。还要足够大的动静，把另外3个干部也引过来。引过来就不用担心了。你忘了我的异能是什么？电磁掌控。在这种充满电子设备的实验室里，我才是主场。姐姐在，小何，我带你走。敢闯龙渊主实验室，找死！你看哪儿呢？你怎么知道装甲的弱点？我不跟死人说话。该结束了。朱木，问你2个问题：第一，龙王在哪里？第二，核反应龟的引爆装置在哪里？我什么都不会告诉你的，去你的！引爆装置的位置只有龙王和12根发知道。你们救得了实验体，救不了这座城。先把小何送到外围营地，交给林雪。我和赵大虎去 C 区找引爆装置。一起去，小何交给护卫队护送回去。我不在，没人能冻住反应堆核心。蓝衣，上面的冷却水管能冻住吗？可以，冻住后水压会暴增，管道会炸裂。炸就对了，引爆管道制造混乱，我和赵大虎趁乱解决机枪手。比预计的晚到了20分钟，韩刚和魏九果然挡不住。你就是负责核反应堆的干部，代号雷蛇 ，C 级电系异能。苏沫，听说你也是玩电的，电磁掌控稀有分支，让我们看看谁的电力更强。你们不该来的。是吗？那你试试这个。引爆指令是龙王亲自设定的，需要他的童魔和声纹双重认证。就算你们杀了我，倒计时也不会停。好好看着这里灰飞烟灭吧。他说的可能是真的，系统核心权限全部锁死在龙王手里。那就眼睁睁看着这玩意儿爆炸。红魔和声纹双重认证，意味着必须找到龙王本人，但龙王不在这里。等等，龙王不在这里，但他的数据一定存储过。控制台如果识别不了龙王的实时生物特征，那在设定倒计时之前，肯定有人输入过解锁信息。你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红魔和声纹是最终确认方段，但输入倒计时的设备一定有临时缓存。检测到核反应堆引爆程序内存密钥，是否尝试重建终点指令？重建。不可能！你怎么可能绕过龙王的权限锁？龙王用软件锁权限，我用电磁力直接改硬件。他设的锁再多，底层芯片不认人。龙王不在北方废墟，他在哪里？我不知道他在哪里。12关城没人知道他的真身位置。每次任务都是单向联络。最后一个问题，实验体17的完整改造数据储存在哪里？地区主实验室改的数据中心，但那里已经被战斗毁了。数据中心被毁，但硬盘还能读取。我刚才路过的时候，顺手拆了主服务器上的备份盘。苏老板，他的改造损伤比实验体19严重的多。我只稳住了生命体征，完全修复需要至少3天，而且要在超市的医疗室里进行。我们即刻返程。龙渊在北方废墟的主力已经被打残，短时间组织不了追击。小何，
姐姐带你回家。北方废墟的实验基地被摧毁，但龙王本人没有现身，他比我想象的更狡猾。龙王，期待与你的下次交锋。苏老板，你们可算回来了。这段时间有没有异常？没有，龙渊的人没来骚扰，倒是来了2支新的幸存者小队，想要加入安全区。我按规矩让他们先住在外围了。拆除难度不小，这些管子和颈椎神经长在一起了，需要神域异能同步修复才能取下来。林雪，你现在的异能等级够吗？在营地这3天，我升到D级了，加上你的手术配合，没问题。手术大概要4个小时，你不去休息？我在这里等。这次北上，我们端挑了龙渊在北方废墟的4个节点和主实验室，干掉了3名干部，救回了叶小河。数据盘里的信息我初步分析了。龙渊在北方废墟的实验项目叫人形兵器量产计划，目标是批量制造 C 级以上的改造人，实验体总数超过50个，其中叶小河是唯一成功完成全部改造的。50个实验体，就算只有1半成功，也是20多个 C 级，这仗不好打。所以下一步我们要做2件事：第一，利用北方废墟带回来的实验数据，找到克制龙渊控制系统的通用方法；第二，壮大安域超市的安全区，把更多幸存者基地拉入我们的联盟。苏老板，老曙光营地的人全部支持。另外，东边的阳光营地前几天也派人来打听，想和我们结盟。可以谈，但结盟的条件不变，遵守超市规则，用晶核兑换物资，安全区内禁止暴力。苏老板，这是我这段时间搞的贡献榜，排前面的优先享受2层装备兑换。现在安全区里人人都在拼命猎丧尸，就为了上榜。前世我一个人苟活10年，从未想过能建立这样的据点，但还不够。龙渊不会善罢甘休，龙王的下一次出手一定会更狠。南边来了一个车队，挂着龙渊的蛇旗，但他们没带武器。领头的人说要见你。苏老板，久仰，我是宋之仪，代表龙王前来表达诚意。这次我来是正式邀请你参加末世势力峰会。峰会15天后举行，地点在东区前进基地。龙王想谈什么？共享情报，划分资源区，互不侵犯。龙王还愿意交出实验体定时17的完整医疗数据。回去告诉龙王，峰会我会去，但他若玩花样，前进基地就是下一个北方破墟。前进基地120公里外，沿途3片高危丧尸区。这听着像鸿门宴，龙渊求和太不正常。不是不正常，是龙渊内部出了问题。北方废墟被崴后，龙王却没有立刻报复，只有一种解释，他暂时腾不出手对付我们。峰会我去，医疗数据必须拿到。小何后续治疗还缺关键参数，没有龙渊原始数据，我只能慢慢试，至少半年。医疗数据必须拿到，去的人不能多。我、蓝衣、眼镜陈、赵大虎守超市，林雪继续治疗小何。苏老板，那我呢？你负责陌生人建档，防龙渊从后方渗透。离前进基地还有30公里，周围的丧尸密度明显下降了。龙渊应该是定期清理过这一带。他们的清理方式就是用活人当诱饵，你检测到的低密度区域，很可能是诱饵投放点。有人跟踪我们，已经跟了15公里了。不是龙渊的制式车辆，应该是其他附会势力。后方灰色越野车报上身份，跟了15公里，再不升就当嫡系处理。别开枪，我们是白石基地的人，第一次去龙渊参加峰会，路不熟，看到你们的车就想跟着走。我叫孟初夏，白石基地副首领。那就跟紧点儿，这段路有变异兽出没，掉队了我可不会回头救。请出示峰会请柬，并申报异能等级。C 级。苏老板是吧？我刚才在对讲机里听到你名字了。安溪超市，末世最神秘的交易站，没想到能在这里碰上。白石基地，我听说过，东边最大的农业基地，产粮区。对，我们有3个农场，种的都是末世前抢下来的改良种子。峰会要是谈资源互换，咱们可以聊聊。12点钟方向，穿黑色风衣的那个人，前世他也在围攻我的那群人中。诸位，欢迎来到龙渊前进基地。龙王因故不能亲自出席，本次峰会由我主持，议题有3：第一，区域丧尸范敏图的共享；第二，资源区的划分方案；第三，成立末世联合防卫支线。资源划分分明偏袒龙渊。你怎么不说话？安源超市在末世里可是独一份的经营模式，你一句话比他们吵半天都管用。还没到说话的时候，龙渊提出联合防卫联行，这才是真正的议题，前面2个都是幌子。诸位似乎对前2个议题分歧较大，那我们不妨直接进入第3议题，联合防卫联行。龙王提议由龙渊牵头，联合各基地的精锐力量，组成一支机动部队，专门应对区域性尸潮和变异兽灾害。
机动部队，这才是龙王的真正目的。他要的不是联合防卫，是各基地精锐的兵权和行动数据。苏老板一直沉默。安逸超市是最近崛起最快的势力，苏老板的意见，想必在座诸位都很感兴趣。联合防卫惯线可以谈，但指挥权不能归一。各基地精锐由各自指挥，协调作战由联合参谋部决定。参谋部成员由各基地各派一人轮值主持，这是前提。苏老板果然心思缜密，这个修正方案，龙渊可以接受。机动部队的提案，龙渊在3个月前就开始准备了。我在缴获的数据盘里找到了一份编号为连峰县草案的文件，和金天颖提出的方案9成相似。他们早就计划好了，只是今天借峰会拿出来。机动部队本身不是问题，问题是龙渊要用它做什么。联合防卫奉线一旦成立，龙渊可以借协调作战的名义，名正言顺地渗透各基地的情报系统。白石基地特供咖啡，末世前冻干保存的，尝尝。今天会上你那个修正案提得漂亮，颖那老小子脸都绿了，看他吃瘪真是惬意。不过我提醒你，颖不是好惹的，前世我听说过他的名号。前世，你也是重生者？你也是。8年，我是被变异兽潮吞没的。白石基地在我前世不存在，所以我重生后就带着记忆提前见了他。原来我不是唯一的重生者，难怪白石基地能在末世初期就成为产粮区，那是孟初夏用前世知识提前布局的结果。那更恐怖的问题来了，到底有多少重生者？既然都是重生者，那我直说了，前世龙渊的机动部队成立后，打着联防旗号吞并了7个基地，我是被他们逼到变异兽活动区的。这一世我在白石基地种粮食，就是为了不和龙渊有任何交集。但这次峰会他们点名邀请我，不来反而显得心虚。前世机动部队的指挥官是谁？颖，龙王的真身从不露面，所有外勤在负责。前世我只知道他很强，但强到什么程度没人清楚，因为见过他全力出手的人都死了。前世围攻我的11个人中有颖。你是冰霜女皇？是我。天腊路，你们安于超市真是藏龙卧虎。言归正传，峰会明天继续谈判，颖一定会私下接触我。孟初夏，你在其他代表中有几个信得过的？3个，自由市场的赵姐，深谷避难所的周老爷子，还有一个独行侠叫段毅。这3位前世我都打过交道，人品靠得住。好，明天分组讨论时，我们4个基地结成临时同盟，在机动部队的议题上统一口诀。没问题。前世我活得像条狗，这一世老娘要站着活。苏老板，昨天的修正案很精彩，龙王托我转达一句话：安西超市的潜力远超一个区域交易站。狼王想说什么？龙渊需要一个真正有战略眼光的合伙人，而不是下属。机动部队的联合指挥权，龙王愿意与苏老板平分。作为交换，龙渊可以提供安一超市10倍于现在的晶核数据库。这是末世最顶尖的异能研究资料，前世只有龙渊掌握。龙王这次开价不低，条件很诱人，但我有一个问题。请讲。龙王从头到尾不露面，连峰会都让你主持，他是真身不变，还是根本没有真身？涉及到龙王，是我不便告知。龙王的真身或许不是不愿露面，而是不能露面。或许他正在突破某种瓶颈，或许他的存在形式根本就不是正常人类。不管哪种情况，龙渊这次求和，本质是在拖延时间。资料我看过了，合作的事等峰会结束再回复你。这份神经修复百律是手写的，没有电子归档记录，我需要原始实验记录。原始记录在北方废墟。北方废墟的数据中心被毁之前，所有核心数据应该同步到了前进基地的服务器。不用糊弄我，我知道龙源的备份机制。数据完整，有了这些参数，小核的异能增幅回路可以在1个月内安全拆除。这个给你，白石基地的加密通讯频道，以后有事不用跑100多公里，用这个联系。保重。末世里种地的比打仗的稀约。你也是，下次来白石基地，我请你喝真正的咖啡，不是冻干的。影没有出手，我以为他会动手。他原本是想动手的，昨天我试探了他一句，他失态了。对于一个以控制情绪为武器的暗影系异能者来说，失态意味着什么自然不必多讲。所以龙王确实有问题。我猜龙王的真身正在经历某种不能被打扰的状态，可能是异能突破 S 级的关键期，也可能是身体的严重衰退。不管是哪种，在他恢复之前，龙渊不会再发动大规模进攻。那我们更该趁现在主动出击。
不，我们该趁机壮大。龙渊不是唯一的问题。这末世还有丧尸王便已受潮，其他不怀好意的势力。安西超市需要不只是武力，还有足够多的盟友。小何，今天拆第一个增幅回路，可能会有点疼，疼就告诉我，我会停下来。没事，姐姐在就不疼。总共7个回路，分布在颈椎两侧。今天拆第一个，位置最浅，后面6个一个比一个深，最后一个靠近脑道，必须等林雪升到 C 级才能动手。林雪还需要多久升 C 级？按照目前的训练进度，至少还需要1个半月。时间够。峰会签了联合防卫连升的协议，至少2个月内，龙源不会公开撕毁协议。姐姐，我想吃巧克力棒。超市别的没有，零食管够。记住，你们要保护的不是我，是身后的安全区。安全区里有你们的家人、朋友，还有超市的物资。就算招式小大虎，任何情况下，安全区的防线不能破。苏老板，我活了50年，末世前后见过不少首领，你是最不像首领的一个，但跟你的人是最多的。我只是给想活的人一个活下去的地方而已。苏老板在吗？孟首领让我紧急传话，深谷避难所昨晚被不明势力袭击，周老爷子重伤，基地几乎覆灭。袭击者的手法像龙渊的实验体编队。袭击发生在凌晨3点，深谷避难所外围哨兵全部被无声击杀。目击者称，袭击者动作统一，无交流，不畏惧受伤，特征完全符合龙渊的人形兵器。峰会刚签完协议，龙渊就动手，太不要脸了！不对，龙渊动手不会选峰会刚结束的当口，太愚蠢了。要么是有第三方势力在挑拨，要么是龙渊内部有人背着狼王擅自行动。影是机动部队的既定指挥官，借以削弱他的权力。他擅自对深谷避难所下手，既能削弱反对他的势力，又能把锅靠给龙渊。周老爷子被救回了白石基地，他亲口证实，袭击者的首领是一个戴兜帽的瘦高男人。深谷避难所在安于超市西边约80公里，地形是山谷中的天然溶洞群，易守难攻。影能一夜之间攻破，说明他带的人形兵器数量至少有1个编队，10个以上。赵大虎，安全区进入2级警戒。兰姨，你跟我去白石基地一趟。苏木，你收到消息了？收到了，我和兰姨2小时内出发，天黑前到白石基地。帮我准备好周老爷子的病房，我有话要问他。安西超市的小苏，初夏跟我说过你是对的。那天的修正案削弱了龙渊的权力，他们报复来了。周老，袭击你的人，你确定是影？确定。那个兜帽男从头到尾没出过手，就站在山谷上面看着，但他的异能波动盖住了整个山谷，那种让人窒息的暗影压迫感，我这辈子忘不了。他带了几个改造人？至少10个，动作整齐，不躲子弹，断了手脚还在往前冲。我的人拼死换了3个，但根本拦不住。周老，这是龙渊人形兵器的原始实验数据，你看一下，袭击你的改造人和这里面的数据特征是否吻合？不完全一样，这些数据里的改造人攻击模式偏重单体作战，但袭击我的那批配合极其默契，像是被同一个大脑指挥的。影不是旁观者，他是用暗影异能远程操控着所有改造人同时进攻，这才是他真正的战斗方式，不是单体强攻，是指挥一个不惧死亡的改造人军团。那他能操控多少个？山谷里我看到的就有10个，但我感觉那不是他的上限。前世我知道的干部有5个，影是老大，龙岩周列第3，毒蝎沈七第9，剩下的2个是冰系的一个女人和风系的一个少年，位置排第2和第4，能力都很强。就问冰系的女人叫什么？代号双甲，真名不知道，前世没有正面交手过，只听说她负责龙渊的北方防线，末世前据说是什么南极科考站的生物学。排名第2的干部，冰系，北方防线，他的活动区域可能在我们的西北方向。兰姨，同样是冰系，你对上他有把握吗？现在没有，但我突破 C 级的时候触摸到了一丝规则之力，再给我一点时间，B 级不是问题。好，最后一个问题，
影的下一个目标会是谁？自由市场，深谷避难所是反对机动部队最坚决的，自由市场的赵姐是第2个，影是按顺序来的。燕京晨，立刻查一下自由市场的位置，通知赵姐。苏老板，来不及了，10分钟前自由市场发来了1级求救信号，信号内容只有3个字：他们来了。这不是龙渊的改造人，这些是影私自改装的新号，妖印换成了自重的新型号，烙印换成了他自己的标记。下一个白石，影还没走远，他的异能波动在自由市场的仓库方向。苏老板，比预计的晚到了5分钟。看来深谷的周老头活下来了，否则你不会先去白石。自由市场的赵姐在哪儿？逃了。他比周老头机灵，我还没动手就带着核心成员从地道跑了。不过没关系，我的目标本来就不是他。实验体17的姐姐冰霜女王，龙王一直很后悔前世没能完整的得到你的异能样本，这一世他想重新收集，不是替龙王做事。这些改装的新型改造人，上面的烙印不是龙渊的舌吻。你在培养自己的私兵，跟聪明人说话就是省力，都不用装。可你知道又如何？峰会协议给了我机动部队的框架。苏木，你很聪明，但你被规则束缚了，而我的规则就是没有规则。影的目标是按峰会投票顺序清洗反对者，深谷避难所第1个，自由市场第2个，白石基地第3个。但真正的目标是我，他攻击其他人只是在削弱我们可能的援军。那现在怎么办？我们不可能一直躲着。影的新烙印改造人，我在残骸上取样分析了，他的控制方式不是龙渊的电子芯片，而是用暗影异能直接在改造人的神经系统中植入暗影节点。这种控制方式更隐蔽，但有一个弱点。只要影的本体被牵制住，所有改造人都会短暂失控。问题是，影本身就是 A 级异能者，正面对上他，谁能牵制得住？有一个人可以，但不是现在。前世叶兰因自爆冰封千里，能和包括影在内的11名强者同归于尽，说明他的冰系异能在爆发状态下能压制影的暗影。但要复制那样的爆发，需要他突破到 A 级。影的弱点是他的自负，他认为我们被协议束缚，不敢主动出击，但我们不需要正面打，只需要让他自己把自己困在明处。联合防卫奉献的协议里有一个条款，任何成员基地遭受攻击时，其他成员有权发起联合调查。我们现在正式向所有签署协议的基地发出通报，深谷避难所和自由市场遭受袭击，证据指向一名龙渊干部擅自行动，影响躲在暗处，那我们就用规则把他拖到明处。一旦他被公开认定为违规者，龙王要么公开清理门户，要么默认影的独立。不管哪种，影和龙渊之间都会出现裂缝。安一超小事要求龙渊前进基地在72小时内就干部影的擅自行动做出公开解释，逾期未回应，将视为龙渊对本协议的默审违约。支持安逸超市的调查请求。支持安逸超市的调查请求。苏老板，12个基地里已经有8个表示支持调查，龙渊那边还没回复，但他们不能装死了。你这一手漂亮，用协议框住龙渊，逼他们在公众面前表态。前世我们这些鸡各自为战，从来没人想过去限制龙渊。末世里拳头重要，但规则也重要。没有人愿意活在随时忍者吞掉的恐惧里。只要给他们一个公平的框架，大多数人会选择站在这边。那如果龙渊直接翻脸呢？那就打。规则是给遵守规则的人，我比他更不守规则。已知12干部中，被我们干掉的有韩刚、魏九、周烈、沈七，加上北方废墟的外围驻兵，龙渊折损了至少1/4的力量。但干部排名第1影还在。毒系的沈七虽然被俘，蛇形纹身显示的干部编号只是第9，前面还有8个更强的。联合调查声明已经有9个基地签字，按照龙王定下的规矩，任意一次行动导致3个以上基地联合抗议，行动指挥官需接受内部审查。哼，老大，这次玩脱了吧？
我早说了，别用新烙印的改造人，太容易被查出来。被查出来，细化计划一环。我没打算一直瞒着龙王。龙王已经整整8个月没有露面了，你们见过他吗？听过他的声音吗？8个月前，龙王说要去突破 S 级瓶颈，把一切事务交给我打理。你们真的相信一个活生生的人会连续8个月不露面，不使用任何异能，不产生任何能量变动？你是说龙王他？我只是怀疑，所以在深谷和自由市场的行动，表面上是清晰反对者，实际上是试探。我要看看闹到9个基地联合抗议的程度，龙王会不会出面？如果他还不出面，那就说明我们的龙王殿下要么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，要么从一开始就不存在。如果龙王真的不在了，龙渊怎么办？龙渊不会解散，但我们得换个活法。苏木有句话说得对，末世里没有人愿意活在随时被强者吞掉的恐惧里。龙渊若想继续壮大，不能靠暴力和恐怖，我们需要一个更聪明的首领，或者一种更聪明的存在方式。你在考虑和苏木合作？不是合作，他秩序我管我下并团，前提是我确认龙王不会再回来。3天之内，如果龙王依旧没有任何回应，我会亲自去安西超市和苏木谈一笔交易。什么交易？用龙渊所有人形兵器的控制权，换一个他承诺不主动进攻龙渊的协议。姐姐，我想再走一段。今天够了，林雪说不能练太极。苏老板，谢谢你把我从那个地方救出来。姐姐跟我讲了，你为了救我和林雪姐姐，一个人闯了废弃军事基地。从今以后，我这条命就是你的了。你姐姐已经替你付过报酬了。苏老板，龙渊前进基地刚刚发来回复，他们同意接受联合调查组的审查，并且表示影墙暂时停职，接受内部调查。还有，他们还说龙王将在3天后通过公共频道发表声明，对所有幸存者基地的声明。龙王要公开发表声明，影说他8个月没露面，现在却要公开声明。要么是真龙王要出面稳住局面，要么是影在借龙王的名义给自己铺退路。3天后，把所有公共频道的接收设备全部打开，我要听清楚龙王说的每一个字。苏老板，龙渊前进基地刚刚发来回复，他们同意接受联合调查组的审查，并且表示影墙暂时停职，接受内部调查。还有，他们还说龙王将在3天后通过公共频道发表声明，对所有幸存者基地的声明。龙王要公开发表声明，影说他8个月没露面，现在却要公开声明。要么是真龙王要出面稳住局面，要么是影在借龙王的名义给自己铺退路。3天后，把所有公共频道的接收设备全部打开，我要听清楚龙王说的每一个字。所有频道都接通了，方圆200公里内的基地都能收到。如果龙王真的通过公共频道发言，我这边能同步分析他的音频特征和异能残留信号。你们觉得龙王会说什么？宣布清理门户，还是直接宣战？都不是。一个8个月不露面的人突然要公开声明，要么是证明自己还活着，要么是宣告自己不需要再躲了。前世龙王从未公开露面，如果他这次真的出声，说明局势已经超出了你的控制范围。诸位幸存者基地的首领，我是龙王。没有异能波动，这个声音是纯物理信号，没有任何异能残留。要么他的异能等级远超设备的检测范围，要么他本人根本就不在信号发射点。过去8个月，我将龙渊的日常事务交由干部会议处理，自身专注于突破 S 级的瓶颈。如今突破已成，从今日起，我将重新接管龙渊的一切事务。关于近日深谷避难所和自由市场的事件，我已下令将相关责任人停职调查，调查结果将在7日后向所有协议签署基地公布。最后，我要向安于超市的苏老板单独说一句话。苏老板，你的超市很有意思，有朝一日我会亲自登门拜访，希望你到时候还开着门。严剑尘，音频分析结果。声音本身没有异常，但背景噪音里有一段极低频的脉冲信号，解密后发现是一段加密数据，内容只有4个字：小心影子。龙王提醒我们小心影，什么意思？他不是影的老大吗？要么是真龙王在暗示影已经失控，要么是影自己在假扮龙王，故意释放烟雾弹。不管是哪种，龙渊内部的裂痕比我们想象的更深。我们怎么判断哪种是真的？等7天后龙渊公布调查结果，到时如果影被公开处理，
那就是真龙王回归；如果调查不了了之，那就是影在继续演戏。叶姐，你这反应速度比上次又快了。你的预判进步更大。刚才如果不翻滚，而是直接跳起，能早1秒突围。林学姐，我什么时候才能像姐姐那样？等你第7个增幅回路拆完，异能就可以重新发行了。到时候我陪你一起练。苏老板在吗？铁壁堡垒的紧急通报！昨夜，铁壁堡垒外围哨站遭遇袭击，哨兵全部被暗影异能制服。袭击者留下了一行字：协议救不了你们。影没被停职，他的调查是假的。我就知道，龙王的声明根本就是缓兵之计，他们内部根本没处理影。不对，如果影真的被龙渊包庇，他不会继续袭击签约基地，这等于公开打龙王的脸。他这么做，更像是在逼龙王现身。蓝衣说的对，影在深谷和自由市场试探过一次，龙王没出面，现在龙王公开声明要处理他，他不收手反而加大动作，说明他在逼龙王真的出手。如果龙王还不出手，就坐实了影的怀疑。怀疑什么？怀疑龙王的真身是否存在。现在的龙王或许只是一个傀儡程序，或者一段预录音频，影样确定自己到底是在为谁效力。这段小心影子的加密数据，信号源和龙王声音的信号源不在同一个位置。这段小心影子的加密数据，信号源和龙王声音的信号源不在同一个位置。声音从龙渊前进基地发出，但加密数据从更北边，至少再往北200公里。北边200公里，那里是龙渊的原始基地旧址。末世前是一座军方地下指挥所。如果真龙王还在，他应该在那里。如果他不在，那里至少会有他存在的痕迹。我要去一趟龙渊原始基地，这次只带蓝衣。赵大虎守超市。是。孟初夏继续用通讯徽章联络各基地，有异常随时通知我。苏老板，那地方是龙渊的老巢，2个人太少了吧？人少反而方便。原始基地是8个月前的设施，就算有防守也不会太强。而且影现在的注意力在铁壁堡垒，不会想到我们会去查龙王的老底。这是我根据上次北方废墟的控制器数据改良的暗影探测仪，影的暗影节点会在探测范围内显示为红色标记，有效料距离30米。好，如果原始基地里还有影布置的暗哨，我们也能提前发现了。什么时候出发？现在。苏沫，如果发现龙王真的不在了，你打算怎么办？如果龙王真的不在了，那龙渊就是影的，而影正在失控。我不会允许一个失控的 A 级异能者去控制12个人形军器编队。必要的话，联合所有基地，清除龙渊。探测仪没反应，门口没有暗哨，这反而更不正常。地下有东西。我的冰系异能在感应地下湿度时，探测到山体内部有一个巨大的中空空间，比前进基地大3倍以上。最后的实验记录日期是8个月前，实验代号龙王计划，目标是创造一个能统合所有异能的高级意识体。这些培养瓶，他们是想把人的意识上传到机器里？不是上传到机器，是上传到一个能承受 S 级异能的身体里。龙王的真身确实是人类，但他的意识在8个月前被转移到了一个躯体中，一个用异能材料重构的躯体。龙王意识转移第37次实验失败，转移过程造成受主躯体崩溃，龙王意识碎片化，暂时无法重新整合，预计整合周期不明。
所以这8个月，龙王的意识一直在系统里处于碎片状态。影的判断是对的，真龙王早就不在了，或者至少他回不来了。如果影知道，这8个月他就是在替一个空壳维持假象。如果他不知道，那这段录像就是我们要带给他的真相。3天前的那份龙王公开声明是从这个基地的服务器发出的，不是真人，是预设程序。那段小心影子的加密数据呢？加密数据是另一个程序发出的。发送权限：龙王，来自一个独立的密钥。龙王在实验失败前留下了2份东西，一份是维持龙渊运转的预设声明程序，另一份居然是警告继承者小心影的安全协议。他知道影会失控。有东西醒了，在地下第2层。是人形武器还是？苏木，你终于来了。不用紧张，我不是影，我只是被留在这里的一部分意识。你是龙王，8个月前实验失败，你的意识碎片化，一部分留在系统里，一部分变成了这个影子形态。正确，你很聪明。我留下2份协议，一份给龙渊，一份给能走到这里的人。你早知道会有人查到这里。预判不是预测，我的意识碎片化之前推演了32种未来，其中4种你会出现在这里，2种你会和冰霜女皇一起来。你前世认识我？前世我曾想捕获你，因为你的冰系异能是唯一能稳定我意识碎片的载体。对不起。影要失控了，你有没有能制约他的东西？有，但需要你帮我完成一件事。那里是我的原始身体，意识转移后身体被冷冻，但体内残累着 S 级初阶的异能。你帮我把身体彻底销毁，作为交换，我把龙渊最高权限密钥交给你。为什么找上我？因为你是唯一一个拒绝了影的合作提议，却愿意遵守协议规则的人。龙渊的力量不该落在影手里，也不该被其他野心国利用。他的话可信吗？一个用碎片意识残存了8个月的人，骗我们对他没有好处。他需要我们把身体销毁，才能彻底解脱。密钥在控制台底层，用你的电磁力可以直接读。龙渊的所有权限都交给你了。最后告诉影，他没有背叛我，是我先背叛了自己。前世你围杀我，这一世你托孤于我。末世的风水转得真快。最高元限密钥在我手上，现在我可以远程关停龙渊所有人形兵器的控制器，也可以解除影对改造人军团的暗影节点。你打算怎么做？先把这份权限带回去给眼镜臣分析。影还不知道我们已经拿到了权限，在公开之前，我要弄清楚龙渊在全球还部署了多少实验基地。大虎，我们已经出基地了，有什么情况？苏老板，你们可算联系上了，出大事了！影昨晚袭击了铁壁堡垒，堡垒首领受了重伤，现在剩下几个基地的代表全都涌到我们超市来了，说要开紧急会议。稳住他们，我和蓝鹰4小时内赶到。协议签了不到半个月，龙渊连续袭击3个基地。现在深谷的周老爷子重伤，铁壁的防御系统被破坏，自由市场的赵姐还在躲藏。这个联合防卫阵线到底还有没有用？我早就说了，
龙渊的协议就是废纸。苏老板，你提的修正案是对的，但影根本不按协议玩。诸位，我刚从龙渊的原始基地回来，我带回来2条消息，一条坏消息，一条好消息。坏消息是，龙王的真身8个月前就已经不存在了。这8个月来，龙渊的实际控制者是影，而现在影正在用改造人军团清洗所有反对过他的基地。好消息是，龙王在意识消散前，把龙渊的最高权限密钥交给了我。我现在可以远程关停龙渊所有上兵器的控制器。影的改造人军团从现在起不是威胁了。什么？狼王的权限密钥在你手里，你能关掉那些改造怪物？眼镜尘，演示一下。已完成。所有龙渊制式人形兵器的控制系统已永久锁定，只有苏老板手里的密钥能解锁。你是说，那些打不死的东西再也动不了了？制式人形兵器不会再有新增，也不会再被激活。但影自己改装的那批暗影节点改造人不受影响，因为那是他用自身异能直接控制的。要解决影，还得正面打。根据已有的情报，影的暗影改造人目前确认存活的还有7个，全部由他的暗影异能直接操控。解决影本人，7个改造人会同时失控，之后眼镜尘可以逐一拆除暗影节点。正面打影需要多少人？他是 A 级暗影系，加上7个改造人同步操控，至少需要3个 A 级才能压制。但现在我们这里没有 A 级。给我1周时间，我卡在 C 级巅峰已经半个月了，瓶颈已经松动了。你大概多久能突破 B 级？3天内应该没问题。叶姑娘，这次如果能突破 B 级，我们自由市场残物全员听你调遣。联合作战小队由赵大虎统一指挥。蓝衣突破 B 级后，和孟初夏做主力牵制影的本体，我负责用电磁力覆盖战场，阻止他操控改造人。眼镜尘在后方提供情报支持。另外，白石基地负责后勤和医疗，凌雪随队行动，随时处理伤员。7天之后，我们主动出击。感觉怎么样？比前世更强。第1组火力掩护，第2组负责阻断改造人路径，第3组保护林医生，第4组随苏老板和叶姐正面突击。所有人都记住，这次的目标是影本人，不是他的改造人军团。只要影倒下，改造人全部报废。躲躲藏藏的日子我受够了。根据眼镜尘的情报，影现在躲在龙渊前进基地的 D 区，他身边的暗影改造人还剩5个，另外2个被派出去袭击其他基地了。这是我们最好的机会，出发！苏沫，比我预计的快了2天。看来龙渊的权限密钥在你手上，已经确认了。龙王让我转告你一句话，你没有背叛他，是他先背叛了自己。他果然已经不在了，那就没什么好谈的了。
没有龙王的龙渊就是我的，你们所有人今天都要死！冰牢撑不了太久，不用太久，电磁力覆盖整个冰牢，它在电磁场里不能化为影子逃走。电磁力和冰系叠加，的确能限制我的移动，但……你的异能反噬已经很严重了，每操控一个改造人，你就会被暗影侵蚀一部分。对付你们2个人，足够了。龙王的遗志，我会亲手完成。冰雪，进来。他体内的暗影节点全部断裂了，异能本源受到不可逆的损伤，以后还能不能使用异能，要等他醒来才知道。暗影反输毁掉了他体内90%的异能回路，就算恢复意识，实力也会跌到1级以下。他不再是威胁了。想不到他这样极端。他怕龙渊的基业被其他势力吞掉，走上了改造人军团的绝路。龙王，你在哪儿？前进基地已经清剿完毕，剩下的龙渊部队在接到最高权限密钥的指令后，大部分选择缴械，少部分负隅顽抗的，各基地联合部队已经处理了。龙渊的事暂时告一段落，最高权限密钥我会锁在安西超市的系统里，只有联合参观铺全票通过才能启用。龙渊剩余的资源、设备和基地分配给参与这次行动的基地。安西超市只拿1份龙渊的异能研究数据，用于后续的医疗和科研。苏老板，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开超市，生意还没做完，方圆500公里内还有10几个幸存者营地没来兑换过物资。真好啊，真好，这才是我向往的人间。这个月光晶核收入就破了2万积分，安全区外围的围墙也开始修第2期了。新招募的护卫队员已经训练完毕，总共4支小队，每队10人。超市的基础运转已经稳定了，接下来要做2件事：
第一，把龙渊留下的异能研究数据整理成可用的教材，供安全区内所有异能者学习，已经在做了。第一批简化版教材下周就能分发。第二件事，王胖子，你之前标记的那个可疑登记人员，观察期结束了吗？结束了，这人叫韩松，观察期表现很正常，但我总觉得他身上的能量波动不太对，明明是 F 级，偶尔会跳到 D 级。能量波动不稳定，要么是受了伤，要么是故意隐藏实力。安排赵大虎再观察他3天。已确认目标位置，超市1层收银台后方有隐藏终端，2层医疗室有独立供电系统，请求下一步指令。继续前赴。林正阳大人说了，要等目标离开安全区才能动手，不要惊动超市的防御系统。林正阳，前世把我推入尸潮的人，终于找上门了。他怎么会知道安岳超市？前世他能在末世混成营地首领，靠的就是收集情报的能力。这一世我抢了他的发基地，他大概是花了很长时间才查到是我。信号源在西南方向，大约300公里，那个位置是末世前的驻地。省驻地，防御工事和军火储备都是顶尖的。如果林正元占了那里，他的势力可能不比龙渊弱。给你一个活命的机会，林正阳让你潜伏进来，具体任务是什么？他让我摸清超市的防御漏洞以及你的日常行动规律。他说等你落单的时候，他亲自来受你的命，还让我在超市的供水系统里下慢性毒素，但我还没动手。这个人不能留。留，但不是杀他。韩松，你继续给林正平发消息，按我说的发，就说我已经离开安全区，去了东边的废弃城区。发送成功。林正阳的人已经潜入过安西超市，他现在盯上我了。林正阳，前世我听说过这个名字，他的基地叫血晶级，专门靠吞并小营地扩张。前世龙渊覆灭后，血晶级是东部最大的军阀势力。他的异能等级，前世是 A 级植物系异能，能操控荆棘和藤蔓，但这一世不知道他有没有提前突破。苏木，你要主动打过去。不，让他过来。林正明生性多疑，如果我去找他，他会缩在驻地里不出来。只有让他以为有机会单独结痂我，他才会亲自离开老巢。瓮中捉鳖，废弃城区的地形我们熟，他手下再多也施展不开。什么时候行动？韩松刚发完消息，林正阳大概3天后会到。这3天，把废弃城区布置成陷阱区。严敬晨，电磁地雷准备多少了？20颗，足够覆盖整条主界。1号狙击点就位，2号、3号也准备好了。城区外围有大量植物在移动，林正阳应该带了至少20个人，全部有植物系异能反应。他本人不在外围，大概在中军。他向来让手下先送死，自己最后出手。大虎，等他们全部进入主街后，再引爆电磁地雷。苏木，前世给你的教训还是不够深刻啊！哼，这一世居然还敢占我的地盘，整整1年，我查到你的位置花了整整1年。前世你推我那一下，我也记了1年，今天正好一并还。苏木，
你以为这种小把戏能拦住我？A 级植物系已经觉醒了本命荆棘，我来牵制他的荆棘，以找机会近身。该死！林正阳受死！你以为我没有准备？这护甲是专门为你定制的，能吸收70%的电磁伤害。苏木，我们来了！铁公师的外围防守已经被端掉了。苏老板，这次欠你的人情，今天还！林正阳，前世的账该了结了。你前世不过是个1级的废物，凭什么这一世能压着我打？因为你只记得抢地盘，而我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愿意和我一起战斗的地方。愿赌服输，动手吧。前世你把我推入尸潮的时候，我求过你，你说这是末世，心软的人都该死。我不杀你，不是心软，是因为你的植物系异能对安全区的农田有价值。孟初夏，这个人的本命荆棘已废，异能降到了D级，交给你白石基地看管，用他的植物系异能帮你们种田，终生监禁，不得释放。成交。我们正缺一个能让庄稼长得更快的异能者。我方轻伤5人，无阵亡。血字叶俘虏17人，其余击毙。林正阳已押上车。苏老板，你这电磁地雷阵布置的够阴的，我喜欢。以后防御部署可以互相交流。林正阳的血中击基地现在群龙无首，你打算怎么处理？按照老规矩，资源分给参战基地，人员愿意留下的编入安全区。前世你最大的仇人，就这么放了？杀他容易，但让他用余生给幸存者种粮食，比杀了他更有用。而且他的异能已废，再也翻不起浪了。末世里，人们需要的不是仇恨，团结才能让明天更好。王哥，这颗是D级晶核，你放进1级筐里了。哎呦，看走眼了，小何眼力真好。最后一个增幅回路也完全拆除了。小何，从明天起，你可以开始恢复异能训练。真的吗？我可以像姐姐那样练冰系异能了？对，不过要从 F 级开始，慢慢来。他的异能天赋和蓝衣比怎么样？冰系亲和度比蓝衣姐稍低，但她的冰系异能经历改造实验后产生了变异，似乎同时冻结物理和能量2种形态，上限可能比蓝衣姐还高。好好培养。今天的议题有2个：第一，林正营血型级基地的善后处理；第二，根据眼镜尘的长期监测数据，东部海域发现了异常能量变动。过去1个月，东部海域的能量变动持续增强，频率和战符都与已知的丧尸能量特征不匹配。初步判断，这不是丧尸，而是一种新型变异生物。海洋变异生物，前世我只听说过沿海城市被海兽袭击，但那是末世第5年才发生的事，现在才刚过1年。我前世也听说过，末世第5年，太平洋沿岸出现大量海兽，沿海基地几乎全部覆灭。按时间算，
现在开始监测到异常能量波动是合理的。如果真是海兽潮，我们这些内陆基地也跑不掉。铁壁堡垒离海岸线只有200公里，所以我们要提前准备。眼镜臣，继续监测能量变动。赵大虎，安全区第3期防御工程加入对大型生物武器的防御设计。各基地有沿海据点的，建议提前向内陆转移。苏老板，自由市场残部愿意并入安一安全区，我们人不多，但都是老手，能帮上忙。欢迎。王胖子明天帮赵姐的人办理登记。第3门炮击住，再往左移半米。对，就那里，固定螺栓拧紧。安全区当前面积 1.2 平方公里，常住人口1017人，防御等级 C 级，建议升级至 B 级防御体系，需消耗经合积分5000点，是否升级？升级。这玩意儿比混凝土管用！都愣着干嘛？干活！不要急，用呼吸控制异能流速。你的冰系带有变异属性，更容易暴走。姐姐，我感觉到冰里面有别的东西，像是电。不是电，是能量冻结。你的冰系变异后能冻结能量的流动，所以冰球里困住了空气中游离的电磁场。冻结能量，这个能力如果升到高级，理论上可以冻结任何异能攻击。小何，以后你的训练重点是冻结移动中的能量体。如果能在战斗中冻结对手的异能，你就是整个安全圈最强的辅助。是，苏老板。东部海域的能量变动在过去3天里翻了5倍，峰值已经超过了 C 级丧尸的能量反应。距离海岸线最近的基地是哪个？铁壁堡垒。老铁在3天前已经开始了向内陆的转移，但堡垒本身还有防御部队留守。苏老板，海兽提前来了，数量至少有30只，最大的一只比堡垒围墙还高。我们正在撤退，但民众撤退还没走远。老铁，给我具体坐标，我马上带人过去。开火！别让他们靠近！小心，海兽已经近身！全体作战准备！这只最大的交给我，蓝翼，冻住左边那群除手海兽。大虎，掩护民众撤退，继续撤退。老板，赵哥。给我停下！苏老板，这些海兽体内也有晶核，能量结构和丧尸晶核不太一样，但积分应该能用。海兽晶核的能量密度比同阶丧尸晶核高出30%，如果以后能稳定猎杀，可以成为比丧尸晶核更优质的资源。这堡垒是我带着兄弟们一砖一瓦修起来的，现在算彻底废了。安全区3期工程已经动工了，你和你的人搬过来吧。苏老板，我不是你那安全区的人，
你肯收？全区有足够的空间，你和你的兄弟们是铁壁堡垒最后的降主。谢了。海兽第一登陆被我们打退了，但这只是开始。根据眼镜尘的监测，深海方向还有更大的能量反应正在靠近，预计时间1年到2年。1年时间够我们准备了。白石基地的农田已经扩大到第3期，粮食储备够2000人吃半年。铁壁堡垒的残部全部并入安全区，能量炮阵地已经重新部署在沿海方向。自由市场的商业网络也重建了，现在安全区的物资流通覆盖了方圆300公里。苏老板，最新统计，安全区登记在册的异能者已经超过200人，其中 D 级以上36人， C 级8人， B 级2人。姐姐，我昨天突破1级了，什么时候才能像你和苏老板一样厉害？慢慢来，急什么？超市又不会跑。苏木，龙源残度中愿意接受改编的，我已经列了名单，总共47次人，全部愿意并入安全区护卫队。你推荐的，我放心。1年前，我刚走进这间超市的时候，只是想用3颗金核换1瓶水。1年前，这间超市还只有我一个老板和一排空货架。这1年回头看去，还真让人感慨啊。是啊。安溪超市安全区人口突破1500人，宿主声望等级达到 A 级，系统解锁终极功能，安全区独立能源系统是否现在激活？激活。这下子，这里真的成了末世里的孤岛了。不是孤岛，是灯塔。走吧，该吃晚饭了。王胖子说今晚食堂做红烧肉，用积分换的，要趁热。新的挑战仍在酝酿，但今天，安裕超市依旧开门营业，欢迎光临安裕超市。末世里的规矩不多，不暴力，守规则，用金核换积分。至于能在这里住多久，看你自己。